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两位大美女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谈话哈。Amy 是我们著名的吃货小分队的 founder 加 CEO，还有co-founder Cosmo 两位好。h e l l o h e l l o Hello，好，那个，哎呀，这个吃货小分队，这个久仰大名，我这是这么多年在硅谷这边出去找吃的不可或缺的这个渠道之一啊！感谢两位为我们这个中国人在本地的餐饮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哈，就是非常荣幸邀请两位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想聊一聊当前就是这个中餐在北美的一些发展的情况，以及因为最近中国的中餐出海也是一个热潮吧。我不相出海就出信两位在 局嘛。我现在两位在这边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可以聊一聊。但是我就刚开始还是想那个聊一聊，我知道Amy 前段时间去了那个Panda 嗯，Express 总部对，去参观了一下，我嗯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因为如果说在北美的中餐，我们说做的最成功的品牌，我觉嗯，得可能就是 Panda Express 了吧。啊、可以这对，么说吗？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们要先从我这边的熊猫快餐切入啊？是我给这个 Zoe，对，很高兴 Zoe 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你的硅谷帮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我觉得要找一些流量密码，就是到底大家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呢，就是我跟 Cosmo 呢，最近经常就是碰到一些就是从国内过来的餐饮人，还有包括美国本土的，他们对于说哦，我要做连锁中餐，我要做上规模，做大做强，那所有人最感兴趣的就是熊猫快餐，所以对标都哦，是熊猫快餐。对，所以就是我就跟走友出了个主意，我说那这样吧，今天的这个谈话，咱们的标题就是这个熊猫快餐如何这个练成这个北美或者全球这个头号的这个中餐连锁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我说熊猫快餐之前，就是我再大概交代一下啊。首先也谢谢 Zoyo，就是也跟我们一起共同成长。的确，我跟 Cosmo 做吃货小分队做了非常多年，但就是其实我们到算是创业的中后期，其实我们更多的也是在去通过各种不同的维度在支持美国的餐饮行业。因为其实吃货小分队是大家比较朗朗上口的一个媒体品牌，那就是从我们做微博到微信号到小红书，那我们其实也一直致力于给到大家一些比较就是这个吃喝玩乐的一些资讯。那我们比较面向的是消费者，但是其实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唯有把这个美国的这个中餐行业变好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在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态里面去把中餐真正的推广到整个的一个就是更广阔的市场，让更多不同族裔的人来去这个享受或者是理解中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更大的一个使命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就是从可能最近的5、6年间吧，就是我们服务了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餐饮品牌去做本土化和落地，还有咨询。就大概的嗯，介绍一下背景，不然的话，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你们是不是还是在就是只是写公众号或者怎么样？嗯，对，就是可能我交代听众朋友们最了解你们的就是你们的这些社交媒是体上的内容，去看对，比较谁有什么了解我们 好吃 to 的。C，对，比较了解我们 to C 的部分，但其实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多 to B 的服务。对，太棒了，对太棒了。对。嗯然后其实像熊猫快餐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也是因为和这个国内的一个组织，然后去做了一个游学参访、餐饮游学参访的一个嗯项目吧。就是刚好是去了洛杉矶的这个熊猫快餐的总部。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必要拿出来说哈，就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会理解熊猫快餐。就是正如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人，他们也不会理解熊猫快餐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成功，他们会觉得好像它的味道
非常不的正宗。不正宗，而且就是所谓嗯，不好吃吧，就是好像就是一种美国人喜欢的甜酸口，或者是非常简单的一些炒菜的工艺，然后流程也非常的简单，就大家都不理解说凭什么？为什么？不，大家的原话就会说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也能做。嗯对，然后来一句降维打击。对，对，但但基是本上我们看降维打击都是被打击。对，我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哈，就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的是中国味还是已经逐渐的偏向美国？就你们吃熊猫中餐和吃比方说正宗的这个中餐，你们个人喜好要不 Cosmo 来说，好，我是什么？刚想说，因为我这两天还真去吃了另外一个机器人炒菜，然后是这种炒菜？纯川菜一个口味的，然后就是那种大麻大辣。就我嗯刚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对于熊猫这种快餐都是嗤之以鼻，觉得不好吃，这什嗯，么玩意儿？这不是我们中餐，因为对，我们在中国也没吃过什么没核吃过这种，桃虾。对，嗯，什么芥蓝牛，根本没见过。就没吃过这些东西。这个东西，甚至我认为它不是中餐。对，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这在这超过10年，我们的胃其实是发生改变的。包括我这次回国，大家所有人都跟我讲中国的有多好吃，多好吃，多好吃。我抱着一颗超级期待的心回去，然后我整个就是难受、拉肚子，然后不习惯。对，我现在吃中餐就是熊猫快餐，比如说我带我儿子，我一定会带他去吃，就炒面啊，这小孩子一定是会去吃的。所以就有很多这种。那我那天去吃了那个所谓的非常正宗的中餐以后，我其实是觉得像这种我的复购和我的这种是很低的。我回去复购的频率是会很低的，但是熊嗯猫中餐其实它真正厉害，大家一直在讲它味道不正宗，其实它恰恰就是调和到了当地的一个比较适合的口味。我觉得就是比较，举个例子，就是成都的火锅、重庆的火锅，它只会在重庆是这个味道，它就算走到了北京、上海、深圳，它一样会去调成别的味道，是嗯一个道理。可能在上海的这个重庆人就会觉得它不正宗，但是嗯。在上海也有其他人，也有山东人，对吧？也有江苏人，但是大家都能吃，而正是这恰恰成功的点。但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味型是超级好调的，这是最难的。你尤其是美国又是个多族裔的国家，我们住的每一个区域的人口结构的分布又特别的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味型，它能够让全世界的人可以这么讲都接受啊，都嗯，能吃到他想要吃到的东西，而这恰恰都是难的。等一下，Amy 可以分享，就是就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不是中餐，但是其实熊猫的每一道菜你都能在中餐里面找到根源。就是它啊，其实就是从中国的菜里面去做变种，然后经过了几次的这种裂变，然后变成了现在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说哪个菜比哪个菜好吃，其实这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完完全全是说其实饮食就是文化嘛，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契合本地的文化。你像即使我们是中国大陆的背景出身，到这边来待的时间长了，胃口也会发生改变，你这不可避对，免的。我不可能在这里待了10多年，然后我还是完完全全的 all in 中国的这种所谓的 authentic 的这种对口味，这 impossible，就是肯定是会，impossible。口味有改变，所以你的菌群已经发生改变了，你相对，所以没信我，有好你的东坏，西只有对没有好坏。适合不适合对，这种概念，对吧？嗯嗯，嗯，对，就是跟 Cosmo 一样的这个事儿，就发生在我女儿身上。就是因为我就比如说当 Zoe 问我，就是我们是不是中国胃啊？就我毫无疑问，我说我肯定是中国胃。就是比如说我跟我老公每2周必须要去吃一顿牛油火锅。就是哇，对我们对于啊，我可能比 频 Cosmo 率很高，对，他们的频率是更夸张。不比较高，我们很高，家是比较吃白人饭。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确不一样，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家做的菜，就是也会更加的偏向于我们自己喜欢的味道。就是但是就是我自己是感觉，就是说熊猫快餐它的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在找，就是因为美国就是一个非常融合的国家，那嗯它其实是在找不同的族裔和不同的这个人的口味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它其实完全不只是为了满足像我这样的纯中国味。就是他能够做到说我只要能够理解一点中餐，或者是他能够满足就是不同的人对于中餐的理解，然后让他们觉得我可以持续来吃，就是这个我就是
就这个是现象哈，就我等会儿有时间我再慢慢解释，就是说它背后它这个成长的逻辑，因为它也不是从 day one 开始就是一个熊猫快餐，它其实是经过了50年的发展和不断的去融合到当地的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大家都还是要去往这个时间去拉到最开始熊猫快餐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然后能够更快的去知道说它为什么能够长成现在今天这样。对，就是那也别等会儿了，现在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就等着听你说你去熊猫快餐参观的这个经历和感受，赶快吧。对，好，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成为这个叫做熊猫熊学家，大概是大半年的时间啊，不只是从参观总部，这个也要还有这么一个称谓的熊学家呢？没有我们自己取的嘛，我们做媒体人都是需要有一些定义嘛。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像我跟 Cosmo 在1年前，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开设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是专门是在美国顶尖的酒店管理学院去教学，然后授课老师他其实是之前在熊猫待过的一个就是前熊猫的投资总监，那他其实是给到一个最初的一个熊猫给我就是熊猫的一个就是介绍给我们，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说其实熊猫是非常非常独特和不简单的品牌，就是那然后到就是说我们真的去参观它的总部，去了解他们的企业文化，以及就是我仍然非常的清楚记得，就是我们到熊猫快餐的就是那天早上，首先就是熊猫快餐里面大部分都不是华人，但是知道说我们这次参观的人都是来自大陆的餐饮人之后，他们请了3位专门讲就是普通话的人来招待我们。就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去展示他们的一个 hospitality 的，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到了它旁边的就是熊猫快餐那个总部旁边的一家他们的快餐店，我在后厨见到了40-50年前从扬州请过来的带过来的师师傅，傅，对，哇，这个师傅还在后厨，然后他也说了，很多人都不在了，对，就是但是他还在，然后他说他不是他的责任不是来去做好每一盘菜，他的责任是他要把他的流程做好，能够让他做出来的菜和任何一个墨西哥师傅炒出来的菜的味道一模一样。就是所以就是这个人能够让我感觉到他在细节上面，他能够想要去 deliver 他的整个的品质和口味和体验，就他非常非常用心在每一个细节上面。对，所以就是我就是大概就说一下，就是因为你前面问我就是去总部的感受嘛，就是所以我就是大概说一下我去总部的一些非常就是说很直接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跟我在书本上和课程上听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我们到熊猫快餐里面，就是他先给我们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首先是他们的大女儿配的音，呃，他们大女儿接下来也是他们的接班人，然后他们是创始人夫妇陈振昌和这个应该叫Peggy，对，就是应该叫蒋佩琪，还是就是陈振昌和他的那个夫妇这2位都已经是70多岁的这个高龄了，但是他们脑子非常清楚，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数学博士出身，然后这个就是太太原先曾经是在波音公司和这个测算这个飞行轨道的这么一个这种高材生和这个就是高管。然后就是这个整个的视频就是在讲当年他们在开创这个熊猫快餐的时候，这个太太白天在外面上班，晚上回来支持丈夫在这个初次的这个餐饮创业这个道路上一起在努力互相奋斗。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从平凡中见真情和他们真正的去非常对于这个餐饮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热爱和就是为之奉献的这么一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很多我们从外界的一些文献和资料上面，我们是感受不出来的。对，就是我大概说一些，就是我在总部的这些感受，然后我你有没有觉得？我嗯想问一下，你既然讲到这一点，你有没有觉得熊猫快餐在业界的研究，或者说它的呃一些 research 也好，报道也好，并没有真实的反映它实际上有多厉害，就是有种 under represent 的感觉 嗯 from the 嗯。public。我觉得我可以，我同意你说的观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基于他在走一条就是没有太多人走过的一条路，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如此，其实呃他没有受到太多他应有的这个 关注和 recognition，就是对。比如说中国人可能会说他在做一个就是只有老外在吃的因为中餐。中国人觉得它不是正宗的中餐，所以好像对也不太就怎么样对，它，对吧？对，然后而且嗯而且就是对于中国来说，你知道，就是随便就是千店万店了。是就是熊猫快餐可能也就2000，差不多2500家店在全球，这在嗯中国很多企业家的心里面觉得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品牌吧，可能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嗯嗯而且就是我自己再去看，就是说，熊猫快餐，因为就是比如说陈志昌先生，他是扬州出生的，他是扬州人，然后后面随父母去了台湾，所以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华人的创始人夫妇再去创建这个品牌，其实他们还是保留了很多作为东方文化，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低调的，就是他们基本上其实也不会去接受太多的采访，而且就是因为他又在走一条很多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他这条路其实并没有被很多人所理解。对。对，所以就是就我自己其实作为一个华人的移民，我其实就是我去了这个熊猫总部，然后这个大半年的感受就是，我特别认同你说的第一点，就是我对熊猫就是我有了我之前从未有过的尊敬和崇敬，就是这个我认为就是他做到了作为一个华人企业，一个餐饮企业。他全世界没有别家人做到的一个高度，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被他的企业文化深深的打动，就是，他就像你说的，他其实不高调的，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不会经常在外面说，对，就是包括，呃，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讲他的一个就是菜品，那就像前面 Cosmo 说的，就是我们总会觉得他的菜其实是一些非常 random 的发明，就是说啊，为什么会有陈皮鸡啊？为什么会有核桃虾啊？就这些菜，它就是好像就说好像就是这么几十年来的这些中餐美式中餐，它就是这么炒的。那它可能无非就是看起来做的卫生，精致了一点。对，精致了一点或者卫生了一点，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它每一道菜，它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意在里面，而且，这个创意其实它都是有去结合，比如说它本地。在美国，它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它去结合当地的食材和当地人的口味，而去专注的去做了一个口味的调整和创新。它不是随随便便说哦，我就是拿了这个 sauce，然后随便搅一搅，不是这样子的。对，就是我我觉得就是它其实真的是属于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就是我们时间工，对。好像觉得它这些菜都非常的，就是简单粗糙，完全不是。他在背后他做的这些研发，他做的不断的创新，他如何在他的这些设备上和器材上能够做到他每道菜出餐，他又快，然后又能够口味的非常的 consistent。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他的这些设备，他花了很大的投入去做到很多的系统上的一个就是 alignment，能够去，然后同时又能够结合这个美国人的很多的消费习惯，就是包括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被忽略的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消费习惯，就是说
其实美国很大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甚至于大过于美国的外卖市场，就是得来速，就是开车叫 drive through。drive through，对，对，就这个市场在美国市场是大过于我去点外卖或者是上门 pick up 的。尤其是疫情开始以后，这个是急剧的增加这个 segment。是的，是的嗯。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熊猫快餐很多很多的门店，它的设计是专门的去符合美国人喜欢开车上门，然后点餐，然后从来不下车，点完餐我就直接开走的这么一个 drive through 的这么一个店型。嗯对，所以就是它有，然后它同时它又是为了去迎合它的这个门店模型的设计，它在整个的系统的设计上面又完全的去把它设置好，就是包括它在这个drive through 的它那个小的那个屋子里上面，它有它的这个每个菜的一个出餐系统和叫号系统。嗯。对，所以就是呃，就是你其实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它能够做到2000多家店，并且能够以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和这个趋势在发展。它在美国打了这个根基，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出海的餐饮人能够轻易去抄袭或者轻易去打败的。对对对，说到熊猫快餐，我其实最喜欢吃的一个菜就是核桃虾。我每次去我也是，必哎，点核桃虾，我也是。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挺好吃的。但嗯是如果我自己努力的回忆一下，核桃和虾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弄到一起去的？如果用我的中国思维来考虑这个事儿，就这两个东西从来就没有出现，就没有同框过，就没有在一起出现过。所以我嗯觉得他们的这个产品的研发确实是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能够找到这个不仅仅是食材的搭配，更重要的是契合消费者的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嗯，常非常了这不起的。很难的，这很难的，所以很多人都嗯，觉得吃了这个东西哇，这个东西这么简单，我也能做。我觉得 Amy 可以分享那个，就是他们的 Orange Chicken，其实这个的变种也是从左宗棠鸡出来的嘛。对，呃，对，Orange Chicken 其实是算是熊猫快餐最受欢迎的一个菜品，然后对，基本上应该是占他们的销售额的1/3啊。然后就是就这个也很有意思。我前段时间还跟我们一个就是来自于湖南的小伙伴分享，我就说啊，你知道吗？其实美式中餐有很大的一个渊源是来自于湖南。湖南。然后说真的吗？我完全想象不出来。哪道菜是湖南菜对吧？哪一道？就是 Orange Chicken 呀，就是然后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个 Zoe 有没有听过前面 Cosmo 讲的这个左宗棠鸡。我当然知道，of 对 course，我就是对，湖南人啊。你是湖南人，你是湖南人。左宗棠。对对，所以就是当时是大概是在50年代，然后呢，当时是在台湾，就是有要负责招待，就是这个从美国过来的这个几个将军，包括有一个什么太平洋第7舰队的司令，然后还有一个海军上将，就是他们来台湾访问嘛，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湖南的师傅叫彭长贵，就是你我说的所有信息，你都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找到。对。嗯就是这个彭长贵呢，就是被要求3天内，他就是要不同的换不同的口味，然后到第3天的时候，其实什么红烧啊、清蒸啊、什么爆炒啊，就是大家都已经腻掉了，然后他就是直接就是做出一个，就是先把这个鸡肉炸过，然后下酱汁，再做一个热炒。就是有一点就可能比它的这个 Orange Chicken 它多了一些辣味，就是它嗯，可能是那种甜甜酸酸辣辣的口感。湖南口味嘛。嗯，对对对，然后这个海军上将这个叫雷德福，他就觉得好好吃，然后就问他这个菜叫什么。那么其实他就是后面他其实就是很灵犀动曲的菜名，因为他首先他是在招待将军，然后他又想到他自己是湖南人，那湖南最有名的将军是谁呢？那不就是左宗棠吗？所以他就说哦，这个叫 General's House Chicken。对，所以他左宗棠鸡它就是这么来的。然后这个菜到后面为什么到美国发扬光大呢？是后来彭长贵这个大厨后来去美国发展了，然后后来去美国发展之后呢，就是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很得志，因为他一开始可能也做了一些企图希望让美国人理解的湖南菜，但是authentic 的。并不理解。对，嗯。然后呢，他后面他就开始去做他的左宗棠鸡，结果
受到了这个美国，好像当时也是一个算是政要，我忘了是哪个政要了，就你们到时候去搜，应该也是大家都是讲得出来名字的一个，就是总统或者是总理这样子的角色，就是属于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道菜。然后他们就是经常去光顾这个餐厅之后呢，就这些媒体就开始报道了，所以就是左宗棠鸡在美国就开始大放异彩，就是觉得啊，这个是这个中餐的这个翘楚，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特别，还这么的丰富，口感那么的丰富，所以就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在美国这个有名的这个中餐的一个代表菜。对，然后就是再说到就是这个叫做 Orange Chicken 的这道菜，其实是熊猫快餐不见得是第一个发明Orange Chicken 的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团队，但是真正把它发扬光大，并且让就是知名度打起来的，的确就是熊猫快餐。是熊猫快餐之前某一个厨师，他把这个辣度减小了，因为很多人的确不吃辣。对，他把它的辣度减小了，然后的确甜酸口味在加州，因为加州本身就是有非常多的 Latino， 那这些 Latino 其实非常喜欢吃甜酸口的。然后同时呢，他又是看到了加州盛产 orange， 就是橙子，加州橙们，对，他就觉得说，哦，我就因地制宜，我加上这个同时这个加州橙本身它又能提供这个甜甜酸酸的口感，还加了一些味，这个果味又让人觉得，哎，我这个又就是口感更加清晰和更加的香甜起来了。所以他就是做了这些变种之后，就是真正的把这个橙子鸡发扬光大了。对，所以就是他的确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就为什么你们湖南人的这个湖南菜，对不对？就是这个跟现在的这个熊猫快餐的这个 top seller 其实是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对，这个左宗棠鸡跟左宗棠其实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小见大，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菜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每一道菜他们其实都是做了非常精心的变种，而这个变种其实可能在常人看来它可能很 random 或者可能很简单，但是我认为其实它真的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包括大家对这个本地化的这种认知。然后刚刚又讲到你讲说这个熊猫他们相对来说都是很低调，其实他们真的做了很多事，包括他们做很多慈善。然后我觉得他们在餐饮当中，就是像刚刚 Amy 讲的，我们去年开设的这门课程，在这个 UNLV，这 UNLV 基本上是在这个全球都是排得上这个前3的这种餐饮的连锁的这种专门餐饮的这个 hospitality 的这个酒店管理的学校了。他在里面开设了一门就是专门去讲这个餐饮连锁这个高管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其实在美国所有的商学院也好，哈佛也好，或者是什么其他也好是没有的。就是大家其实整个美国对餐饮的所谓连锁也好，高管也好，其实他们没有这样专门的课程在教大家怎么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熊猫夫妇他们也是捐了大概$500万给这个学校，然后专门开设了这门课程，然后包括这个Cervantes Lee 这个李教授来讲这个课程。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整个餐饮行业都是在做很多的推动和很多革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都做了非常多的帮助。包括我跟 Amy，我们都去上了这门课，它其实是一个 EMBA 的一个课程。它有非常详细的再去讲到美国的整个餐饮的变化呀，然后等等，有很多细节的东西。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厉害的这个餐饮人，这个连锁餐饮。即便美国有这么多的连锁餐饮，但是其实是学校里面是没有这一门课在教大家。对，没有，因为我在商学院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 specific 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我们所谓的本地化，其实不仅仅是说你的品牌产品口味的本地化，其实更多的是融入本地的社区，然后反过来把自己的经验然后贡献给这个社区。我觉得这事情本身就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不仅仅是说我自己所取得成功，而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对，而且就是其实很多现在中国过来的出海的企业，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讲，就步子可能会跨的比较大吧，觉得我一下子就要进入到主流市场，然后他们甚至在
就是我们的这个门头也好，名字也好，里面其实是没有任何中文的元素的。但是你去看熊猫快餐，它其实永远是保留了这个东西，并且它一直都在强调自己是中国的味道。嗯，对，这个就是我在讲，就是说啊，我去探访熊猫总部，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体验吧，就是我们晚上去了熊猫快餐，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最开始其实熊猫快餐不是从快餐做起，它在50年前其实是做了一家正餐厅，叫 Inn，叫熊猫小馆，对，就是然后这家店是1973年开的。那1973年在洛杉矶的 Rosemead 开了这家店，它的这个标题就叫做 Gourmet Chinese Cuisine，就它一直是非常 proud 的去讲自己是在做中餐，然后这家餐厅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生意非常的惨淡，其实就是它也是因为这个我晚点再讲，就是因为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厨，就是这个陈振昌的这个创始人的爸爸。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厨，这个我晚点再讲。所以就是他们其实是希望能够不想要去算是就是说这个浪费，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让爸爸觉得能够在美国施展自己的这个才华，所以才开这家店的。那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并不了解什么是美国人喜欢吃的中餐，因为 Rosemead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就是说并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就在你想73年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华人，不像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在 San Gabriel Valley，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陈振昌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去招揽这个周围的这些美国当地人的生意，就比方说他会去免费给大家尝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试吃的这个小 sample，然后呢，如果有客人进去以后他可能看了菜单不知道点什么，他就走了嘛，或者说哎发现没有位置他就走了，陈振昌会一个一个出来就是叫住这些走的客人，给他们优惠券或者免费饮料，欢迎他们下次再来，就是这种就是非常非常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热情好客去体现出极致的这个，就我当时听到这些案例，我就觉得就是没有人去想到熊猫快餐当时原来在这么艰难的处境，它其实是靠自己的就是个人的这种就是这个能量也好，还是去展现自己的这种态度和这个做餐饮的这种精神，去留住这些客人的，我是完全没有想象到的。然后他也是在他真的是靠这样子去打出了口碑，但是与此同时，他其实也不断的在去改良他自己的菜品，就是他后面做的这些改良过的菜，也一定是结合了生意的逻辑，因为他不可能还要就是坚持说他一开始可能一天才卖出个几单，再卖不出1000块钱的生意，他一直做那样的菜，他肯定是结合了说哦，我去融合，我看老外爱吃什么，然后他回去跟他爸爸讲。爸爸，我们再多做一些可能甜酸口的口味，或者哎，这些人他喜欢吃特别有肉感的，我们不要去像那个湖南菜一样去切那么多的肉片，我们去做肉块，对不对？所以他去做了非常多这样子的改良，才慢慢变成说去让这个，所以他在10年里面把这个餐厅做得非常非常有名。就是在 Rosemead 的方圆可能10个 mile，就大家都会知道哦，有家这么好吃的中餐，我爱吃。对。然后所以他其实，在10年后才真正进入到 mall，变成了 Panda Express，就是他一开始并不是做快餐的。是的，所以你就是说到这个10年，让我想起了星巴克。我当时，因为星巴克就是全球很多连锁嘛，但是你仔细去看星巴克的历史，它前10年，就星巴克成立的前10年，根本没有离开过西雅图，它一直在西雅图深耕它的 brand，它的产品。所以甚至不是说对于一个国外的品牌，就是本地的品牌，也是要经过这么一个沉淀和调整和适应市场的过程，才能够摸清到整个市场的这个喜好。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必不可少。必不可少。那英安奥还是更长时间呢。对，所以这确实就是说明了一个事情，符合消费者的这个口味是很重要的。而且
它这个逻辑其实也很清楚，因为你只有在店小的时候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能说我对有30家店，然后我天天换口味，那这个店就没法开了。对对所以你只可能是在规模很小的时候才能做这种快速的迭代和尝试，然后才去对扩张，这个逻辑才顺。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是有花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再去教育这个市场。他其实算是我自己就是去看这个美国中餐，其实像熊猫、Panda Inn 这样子的正餐餐厅，可能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比方说在芝加哥可能有老四川，在湾区可能有喜福居，但是他们只变成了一家店。一家店。对，然后像前面 Cosmo 说的，就是在10年后呢，是有一个在 Glendale 的一个 mall 的 owner，这个 owner 其实就是也是听闻熊猫这个小站就 Panda Inn 已久，所以他去找到了城镇上说啊，我希望你们入驻我们的这个 mall，但是我希望你们去做一个 express 餐 concept，就是快餐的 concept，所以这个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蓄谋已久说我未来要做多大多强，他真的是用心做好当下的生意，然后呢，就一些外界的一些需求找上门来了，然后他才说好，那我们结合这个外界需求，我来去调整迭代我的商业模式。所以1983年是 Panda Express 熊猫快餐开出第一家店，所以距离到现在也40多年了。对对，第二个店就是后来是在好像是在 West Side Pavilion 开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古人早就给我们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欲速则不达，对吧？第二个就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有些餐饮人太激进了，太激进了。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大家会觉得。其实时间真的是我们在不断的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你去了解当地，然后你把这些东西都调好，练好基本功，你的基本功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一点，我也很好奇，因为我知道你们最近做很多的这个中餐出海的一些咨询啊、落地呀，你们看到是不是大家也踩了很多坑，或者是有一些水土不服？这个太多了。听上去好像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有很多关是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就是 Zoe， 我觉得你也有发言权，因为就是你现在也是餐饮人了，是不是？是的，对啊，就是奶茶店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本地化，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的 brand 里面就没有中文字，对吧？我们也不想把这个过分的，因为有很多这个奶茶店，你会看它的招牌就是4个大字中文别的都没了，顶多后面写个什么什么 T 那个我们其实有意的就是做这个区隔，想就是说打造一个完全本土化的品牌，去适应这个本地人的口味，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开始的考量。我觉得当然肯定跟熊猫快餐比还是差得很远，尤其是在产品的路线上，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思考和变动吧，因为你一方面又要考虑现在的这个以亚裔为主的这个消费者群体的一个喜好，另一方面你又不想只依赖于这单一群体的这个消费者，而且你又发现不同的族裔在茶饮的口味上确实他们买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当然。所以你就会摇摆，就是到底怎么样去调和，怎么样能够兼容，这方面确实就要花很多的功夫和精力。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们找到了什么成功的门路，其实也还没有，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我觉得这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对，对，我觉得就是讲到这个中餐的这个出海，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再开一集讲。就是我说到就是茶饮啊，就是这我觉得跟就是其实中餐或者不只是中餐，就或者是中华美食吧，就中华美食的这个怎么样就是国际化这个路线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的。就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我最后想就是分享的关于这个熊猫快餐的这个就是它的发展的道路上。就是你会发现它和我举个例子，跟茶饮或者和鼎泰丰，他们的路线是非常相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他们都不是直接从大陆来了美国，
他们中间是走了台湾，对，他们走了2站。第一站是在你知道，就是大概40、50年代那个时候，从大陆到台湾，然后像我前面讲的，就是这个陈仁航的爸爸，他是华阳菜的大厨，然后他是到了。他是蒋介石的御厨，就蒋介石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大厨的菜的，然后他到台湾之后，其实是一个叫圆山大饭店的一个行政主厨，然后你可以理解圆山大饭店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钓鱼台国宾馆的级别啊，所以其实而且你要想，就是台湾本身它就是一个大陆所有的不同菜的一个大融合，鼎泰丰当年也是这样子，就是他把这个这么多，因为鼎泰丰的老板是山西人，他们也是那个时候去了台湾，所以就是他们在台湾先把自己的口味融合了一遍，就是先把这个所谓的就是相当于熊猫快餐，你可以理解这个淮扬菜的大师傅在台湾先融合了五湖四海的这个中餐菜系，北方的、南方的，这个四川的。而且他专门擅长的菜叫川扬菜，就这个爸爸，川扬菜呢是当时叫做陪都，就是重庆当时算是这个就作为这个国民政府这个暂时的一个就是算是政府吧，我历史不太好啊，但是就是对，就是把一个川菜和淮扬菜融合的这么一个融合菜系，就是他爸爸是最擅长这个川扬菜的，对，所以在台湾之后。他们举家又搬家搬到了日本，在日本的横滨，他们做了中餐，然后也是在当地的一个中餐馆爸爸是担任行政主厨的，对，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走出了这个算是一个华人的一个美食文化圈，到了日本，然后其实日本当时也是包括明治维新等各方面，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中西融合的地方，然后在日本融合完了之后，才来了加州。然后它这个路径就是当时就是我是听梅州东坡的那个Chris 老师，对，他就提到鼎泰丰也是一模一样的路子。鼎泰丰在台湾其实他并没有走出去，他是被日本的这个公司这个邀请去了日本之后，在日本做了一个大融合，以及做了一个很严苛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么一个改良之后。然后再到了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代表了一定的这个算是中国移民史。我觉得这甚至是一种沉淀下来的一种 mindset， 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你要不断的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消费者、新的口味，是的，而不是仅仅的坚守这个传统啊，我学到了最正宗的手艺，然后怎么样。同意。更多的是从实际出发，我应该去怎么样把东西给做好。我觉得可能因为你刚才所说的每一步，去重庆其实也是融合，对吧？去台湾也是融合，去日本也是融合，Asian fusion， 对吧？这个整个亚洲地区的这个融合，那到美国以后就只能是全世界的融合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全部融合在一起。那你其实你首先手里的这个我们叫子弹库是非常充足的，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饮食文化背景下的一些 knowledge 和这个食材的这个知识，然后你再针对本地的这个这个消费者的行为来做出本地化和这个改良。我觉得这真的是叫怎么讲？这真金不怕火炼啊，就是一步一步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包括其实就我们常常讲就是 location， 就是他们其实包括在选举陈振昌之前就是陈老先生，他是每一次的选举他都是要过会的，他可能其他的东西是不管的，每一个选举他都是过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这种出海的人，他可能来看1、2次，然后他就回中国了，然后他可能在这边搭个团队就来做。我并不认为这能成功，因为连船长就是船长是这个船的这个怎么讲掌舵的人，他对这个市场都不那么了解，他让下面的这种经理人，所谓的这种职业经理人来去开疆扩土，我认为不可能。很难。像你说这个船的舵手不在船上，对呀，他在岸上，对，他在岸上指挥，然后他的这种不在一线的这种手感，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讲这个
就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别人做咨询啊，我们有很多的数据报告来佐证说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可是我真的到这个地方去看，我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它不是说这个报告不准确或者是什么，而是它没有办法，数据没有办法单独体现出来它的真实度。当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 C 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可能叫 C 加吧，或者 B 减的一个位置，可能我们不会去选。但是当你实际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可能某几个点是对的，那我们就会说，哦，这个地方其实是适合你的。但是，所以这种东西是需要结合在一起去做的。所以也就是说，做餐饮人，包括像陈老先生，他都一直保持，他们现在不太过问了，但是之前一直是在公司里在工作在上班，他是保持在一线的这个位置的，所以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知道这个市场是怎么样的，口味是怎么样的，他才能去做这种决定。就是我觉得很多现在的这种中国的餐饮人，就是他们已经不在一线了，可能他们真的做的企业做的太大了，然后下面就是人已经太多了，他其实是不知道不了解，所以他如果都来美国就来1-2次，然后他就觉得这么容易，就是这么简单的看到表象，说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也能做，我觉得太傲慢了。对，我知道有的创始人是真的是抛下一切直接冲过来去做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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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创始人，他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态度，然后在一线的这种手感，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感受。还有什么坑？咱们就坑就太多了，把这些坑。坑就太多了，我觉得坑太多了，因为每一个坑都值得拿出来一起讲。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在行业里面的人听我们讲的分享，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做直播嘛，他们都觉得我们讲的都是什么非常基本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大道至简，你做餐饮就会知道，餐饮其实就是每一个细节堆积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做对，而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对，这是极难的事情。是的。就像我们知道所谓的知行合一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都知道这些道理。谁能把每一个你要知道的道理都做对，这是非常难的事情。何况不只是你，你要把你的团队、你下面的人、你的高管，然后再分散到每一个店里面去做，这简直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对，因为我们也开了十几家分店，我们的一个其实跟原来做tech 行业或者是电商行业其实是很大的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在所有的这个运营的各个环节，只要一个对，地方出问题，最后结果就是 bad result，就是你只能是在每个环节都要做到至少98分以上吧。这个最终呈现的才能是一个让顾客，甚至是顾客觉得很基本的一些要求，对吧？你这个店里干净、卫生、整洁，东西别做错啊，你所有的菜单上的东西有的卖，对吧？对，真的就这么就是简单的听起来需求，其实背后要花很大很大的功夫，要同意。盯着才有可能做到，要不然就分分钟就是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嗯，听起来你好像觉得没什么，对吧？你一个对，店东西有的卖，东西不做错，这不是最基简直不本的要太简单。求吗？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对对你会发现，十有八九它就会出问题，这个对，太正常不过了。嗯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美国，我觉得跟国内最大的差别就是人太难找了。就是嗯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就是看说很多国内过来的餐饮人，就是如果还抱着国内那种就是招人的风格和就是团队管理的这种就是方式方法，那在美国这边也是非常就是极大的水土不服。就是所以就像总有说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些就是看似简单，但是我认为就是餐饮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 people business，就是我们真的得要去把这些人，然后就是招到对的人，然后去 motivate 好他，然后可能还要哄着他，不要让他走，就是就是必给足情绪须哄他，价值啊，就对。是必须给情绪价。哄他。我们做餐饮，尤其是就是要做，那个上次我们去听那个也是熊猫内部分享啊，他就说这个Andrew 啊，就陈老先生每次他经常会去巡店，可是他去巡店，他不是说，哎，你的这个鸡怎么掉在地上了？他从来不说这些事儿，他都是问你的家人好吗？你今天开心吗？
对，连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的老板在巡店的时候，都是在给一线的员工情绪价值，什么意思呀？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小见大，我们从这个现象去体会一下，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给下面的人情绪价值。让不你可能讲就是哄着是一个意思，对吧？他今天没擦桌子，你如果按照中国的老板，你这桌子怎么没擦？你不想来上班了，哇哇哇一顿骂，对不对？人家就走了。咱们不能这么问，咱们肯定得问，怎么了？今天为什么不想擦这个桌子？不开心了？是不是失恋了？那个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咱能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东西，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mindset，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可是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节。我们曾经在建立这个巡店的这个oper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有很大的讨论，就是我们团队里其实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巡店的这个东西一旦做起来，门店的员工跑得更快，对吧？你天天跑过去巡他，说这个不符合标准，这个不符合规范，对吧？那员工一拍屁股就走了，就是对吧？天天来盯着我干这干那。对吧？其实我们内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当然，你不能不巡，你不巡肯定就是这个只会情况越来越差，你肯定是要巡。但是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要做好，而且要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甚至是这种创造性的一些思考去把它解决。而不是说哦，这就是实际情况，那没办法，对吧？那我去巡店，我就必须得说，那他走了，那我没办法，那就没那这种态度的话，就很难把这个事情给落到实处吧。就是很多时候这里面确实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对，所以我刚刚 Amy 讲到，就是我觉得这个核心就是它是一个 people business，people business 就是我们这个大的行业就叫 hospitality，hospitality 就是如何展现你的这个 hospitality 的精神，我们自己内部跟外部对外其实就是一致的，而且尤其是这些员工哈，天天对着顾客，你对他也很大压力，你指望他对顾客什么态度？对吧？你如果希望他对顾客态度好，你天天骂他，你觉得他对顾客态度会好啊？对呀，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终归如果就是让我讲一条给中国的来的餐饮人，我觉得一是他必须要在这个市场里面，他要住在这儿，要在一线。因为我们帮很多餐饮也做一些咨询，如果我们真的要深度咨询的话，我们是选我们的怎么讲客户的啊，因为他其实不在这儿，我跟他讲一大堆，我掏心掏肺，其实他不认可，而且他觉得你讲的啥？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对吧？就像他去看熊猫，他看不懂，就我觉得终归是一种看不懂。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我也能做，这就是一种他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菜是不是容易炒，或者这些调料容易买到的角度说，这个菜很简单，就东西炒一炒就完了。但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人家这么做，就是他的每一步都是对的，而把每一步都做对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老板首先他得住在这儿，因为一般老板他都在中国能做那么大的企业那么的成功，说明他不笨，他很聪明，他有这个脑子，他的认知其实只不过是有些错位，因为我们有些文化的感。看一下啊，我不觉得，我觉得在中国很多的老板他只能做到这样子，真的是时代的红利。我不觉得跟他脑子聪不聪明有关系，真的就是如果聪明的这个素质素养，代表这个人他能够去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去了解，然后快速的去调整他的认知，然后能够去了解这个市场，以及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的话，我觉得我在很多的老板上面，就是国内出海的老板上面我没看到，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会显示出来，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成功的道路上已经桎梏了，他们会非常非常的自信，他们会去觉得我觉得可能不是说聪明不聪明，这跟聪明可是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在中国做生意，你本身是中国人，你从小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你对中国一切都非常熟悉，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的。对，你对市场的了解，你甚至不需要去做市场调研，对吧？这个中餐怎么好吃，我还不知道吗？但也还是很简单，对吧？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更像是一种他是否是吃了时代的红利，还是他自身的能力，还是都是有关系。但是我们其实不管去反观，熊猫也好，鼎泰丰也好，它也有它的时代的红利的。
他也有他是也有的，但是同时他能把自身的这个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能够真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就这个也是很难的。那当然，对，我同意 Amy 说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老板他起码这个智力没问题，对吧？他能理解我们在讲的这些话，然后呢，他能不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傲慢，你不要得罪老板好不好？他能不老他能不板都是没问题的，都没问题。对，没问题。他能不傲慢，他能真的能够听懂，就是我们在讲的这种看似简单、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他怎么做到这种知行合一？这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这么难，对吧？大家都知道。然后他真的能够深入到这个市场里面的一线，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对市场的这个洞察和对这个本地文化的一种尊重和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尤其是跨文化，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对很多人，即使是大老板，他也是第一次，他没有在对，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做过事，他可能并不知道这里面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要调整的，什么是不需要调整，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个 sense。我觉得这光是这个法需要时间。律这一条，我跟你讲，就够他们吃的了，这个坑就足够的大，让他赔很多的钱。他赔了钱，他就知道了。但是时间也就答进去。但很多时候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很多时候坑真的是就只能是让他们自己踩，呃，对，你踩了才有痛，痛了才知道。学到啊，你避免了这个痛，可能他就觉得对，这里他没有坑，就会觉得，你看我很厉害嘛，大概觉得这你看很简单，对吧？这好像也没很简单嘛，什么问题。你讲的这些什么都没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是点到为止，真的就不要就是怎么讲，不要干涉别人的命运因果，就是这个真的他要做就让他去做吧，就是我们现在真的只能温柔提醒。所以你们现在具体哈提供一些什么服务？我觉得我们也了解一下，对吧？顺便给你们做宣传。你们提供一些什么服务？从你们的这个，因为你们在本地是非常有很强大的资源了嘛。但是上次我跟 Amy 聊，我其实没有意识到你们资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啊！不仅仅是你们品牌旗下的资源，其实你们在本地有很多的这个 connection 和 resource，还有 network。这个也给我们讲讲呗。要不 Cosmo 来？我还本来想说你先讲，我来补充的。不要客气，宣传自己嗯，要。好的好的，那个首先是这样，就是我讲那个宏观一点大的，你们从零到一，我们都全可以做。就是这个品牌还没来之前的 research 定位，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有团队，但是他们想要更了解本地，他们需要比如说知道我在东部，我的第一个店应该在东部还是在西部先开，对吧？然后我到底哪些地方，我大概在整个全美的容量大概是怎么样的，或者品类。那么这种就是前期的所有的这种数据上面的 research，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connection，包括也有一些这个可能反正有一些这种数据上面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都是可以 support 的。然后也有一些数据我们会结合，那么我们来去讲，这是最早的。那到可能他要来落地，来落地的话呢，他要去找店，那真的他可能选择我要从洛杉矶开始，我从纽约开始，然后我们有我们的选址团队，我们有专门的选址团队来帮助他去做选址，然后这个选址团队包括跟本地的很多的这种商业大型的 mall 都关系都非常好，我们也帮很多大的这种国内的知名品牌，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他来了挺长时间他都进不去那些 mall，那我们有我们的 connection 帮他们进去到这个里面，然后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位置，然后我们跟很多的 city。我们也有很多合作，就是他们有一些很好的这种政府的项目，就是给大家很便宜的一些价格或者是什么都是有的。那么到商业地产的这个结合，然后以及到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帮他装修完、跑完 permit，所有的这些找律师，所有的做完，把店开出来，甚至帮他招好人，然后把店交给他。但是我不做后期的运营。到这个地步，那还有一些，就这个其就是一些实有人找我们帮他们做后期的运营，因为我们有运营十几家店，他说这个店开出来以后，你们能不能帮我们代运营？因为我觉得运营其实是最难的。我老实讲，如果他不在里面做运营，他其实也是感受不到这个美国真实市场的变化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不会去做运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是有一支餐饮基金的。
我们跟国内的一个上市公司，我们自己有一个sorry，有一个餐饮基金，我们其实是也有如果它在资金上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有一些，我们觉得有一些成长性的，我们在资金上也会去赋能。然后我们自己还有 marketing 的团队，专门就是给大家，就是有一支20几个人的团队在做这个餐饮的这个 marketing 的本地化怎么做？因为其实每个地方也都很不一样。这部分我们也是可以去做的。那还有一些更大的，有一些可能因为现在也知道国内的餐饮其实它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资本化，对吧？因为也有很多的背后有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其实他们最后去变现的这个途径其实都没有像美国这么多。美国是可以去上市，我们有很多种方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资本化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去帮助到他们的。嗯，所以我听下来就是 go to place，就是如果对，想要做出海，找你们就对了，这些都可以是的，做。而且我们是整个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都有团队。我们在本地，西部就是东部、西部、中部，我们都有团队。然后需要的话，我们都会飞，嗯，对，然后我们可能去帮助到他们去做。而且我们在市场上其实是会看很多的项目，其实，真的对市场的手感还是挺好的。嗯对，就是我那个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像 Cosmo 说的，我们去做一个算是一站式的一个餐饮的落地的解决方案吧。就是呃，我们其实一开始作为一个媒体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链接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源，然后同时也是就是整个美国我们做了10多年的深耕之后，其实每一个城市做得好的餐饮品牌和餐饮人，我们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连接和相关的一些上下游的资源。同时我们也会知道，就是大家走了什么坑嘛，就比如说，好，这个装修公司不靠谱，那个嗯，这个对，这个这又骗钱了。对对对，那个品牌公司可能就是可能更合适等等。那我们也会找到最合适的 vendor，因为其实在美国，跟中国很不太一样的就是，虽然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和很多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一个团队，我们就是叫做三头做完所有六臂。事情啊。对，就是我们其实也是会根据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品牌和不同的需求，我们找到最适合的vendor 和这个合作商，然后我们一起来去推进合作。就这个我认为是最适合美国发展和推进的方式吧。然后嗯。那除了我们自己就是说去提供这些商业服务之外，我们也成立了我们自己的非盈利组织。那我们其实每年我们都会去做一个叫 Taste of Asia 的一个餐饮行业峰会。那之前 Zoyo 也有来参加过啊，就对对对。是也感谢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去链接到，就是说包括这个好的品牌，包括像我们之前邀请过像熊猫的人、Jollibee 的人，还有像这个麦当劳、Lady M。对，对，然后还有 Happy Burger，还有像一些就是不管说是亚洲的一些鼎俏泰丰。牌，对，还是说美国主流的品牌，那都有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去他们也能够很高兴说去在这个亚洲餐饮的这个行业里面去贡献他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力量，然后我们也就是中间去通过这个连接，然后也传达给这个行业很多的能量吧。就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东西。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像 Cosmo 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些服务我们也是经历过就是认真的筛选和这个算是锤炼吧。所以就是我比较敢就是拍胸脯说，就是美国北美市场我们做这个餐饮落地，我们是非常非常可信赖的。嗯，可以说是头部品牌了。嗯。那主要是在这个行对业里面能够坚持。我们先讲这个欲速则不达吧，先坚持10年再说。我们在行业里面做了超过10年了，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新的这些人，真的在这个行业里面有10年的有几个？对，对，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挺感兴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从你们的品牌的名字也叫吃货小分队，我猜哈，最开始你们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我们喜欢分享吃。哪里有好吃的，对吧？哪对，个 restaurant 值得去试，我们做一个 social 的一些 marketing 之类的。那么你看到今天为止，你们已经做很多的这个 to B 的业务，consulting 这种
solution 的解决方案。嗯，就这是你们一开始就有想到的事吗？还是说是随哦，着市场的发展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来，Amy。来来来吧。来感受？然后最关键的是未来，就是在 looking forward，你们想把你们的吃货小分队的品牌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业务？对你们的 vision 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我拿一个 Panda 的例子来讲吧。我觉得他们在第一天做飓风园的时候，做 Panda Inn，他们甚至都不叫 Panda Inn，叫飓风园的时候，其嗯实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 Panda Express，嗯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到了他们到第10年的时候，他们73年开始做嘛，83年的时候被邀请进 mall，被要求变成 Panda Express 才能开始做。我觉得我们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 Day One 的时候，真的就是 Amy 一颗热忱的心，我喜欢吃。Amy 是个特别喜欢吃的人，然后而且是个特别能吃的人，这是夸然后。人吗？这这是夸人，因为你要能干吃不胖，这绝对是夸人。然后我也是个很喜欢吃的人，然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真的就是很多的理想主义放在这个里面，然后想要去让别人知道我们中国的美食有多好吃啊什么的。到今天我们不断的在转变，我们自己也个人做了非常多次的迭代，我认为包括企业也在跟着不断的迭代。我们跟 Panda 的处境是一模一样。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是从一个成功去倒推，从一个结果倒推它的因。其实大家真的一开始没想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就是真的很真诚的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变成了，甚至变成了一个集团。我们在这个中间其实也做了很多没有做成功的项目，也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still 我们在坚持，然后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然后很好的这个合作方。我们把每一步我们认真的做好了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也变成一个大的所谓的吃货大集团，下面有不同的线，对吧？有吃货的媒体，我们 still 还有在做。那包括我们还有新的，就是这个叫 Asia Creative，它是一个 marketing 的 agency 的公司，因为我们也帮很多的企业要做这个主流的市场，因为吃货原先媒体它只是在做中文媒体，对，那么他们也会说我们怎么去做美国的媒体啊什么的，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包括我们也帮像麦当劳这样的企业去做亚洲市场，美国的亚洲市场，对吧？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marketing 的 agency 在做，然后而且它也服务很多的这种餐饮的品牌，我们甚至也有服务就是超过100家的这种连锁的餐饮的品牌。然后那包括我们后来又开始做一些，我们从个人小的这种投资做了一个小的 fund 开始，尝试不断的再去理解餐饮这件事情。然后到今天，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餐饮基金，来扶持我们想要去为这个餐饮行业去做贡献啊。其实真的是在不断的在输血，包括刚刚 Amy 讲的，我们还有一个 non-profit，就是在去建立整个的这种亚洲文化。因为我们在美国这个大的市场嘛，我们讲中国的这种饮食就太小了，所以我们叫亚洲的这种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associate，对吧？然后甚至到我们也有自己的餐厅，因为我们要服务餐厅，我们其实要跟大家站在一线，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是理解他们的，不然的话，我的 marketing 也是跟他们脱节的。这也是我们能服务很多的这种餐饮的人的这个真的是完全是不同的想法。如果你只是作为一个 marketing 的人，其实你很难去理解餐饮人的痛苦的。你觉得这个活动你也不做，这个活动你也不参加，因为真的是很难调动下面的人，就是经理也不干，这个服务员也不干，他就是不配合你嘛，你怎么办呢？是的，对，所以我们就分成了真的很多条线，对太棒了，太棒了，非常对。的然后那个未来的 vision，我觉得那个 Amy 可以 CEO 来展望一下。其实 Cosmo 我觉得就是把这个我们中间的一些迭代的一些往前走的路都就是说的挺清楚的，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不断的结合当下的一个具体的从市场需求和这个趋势，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优势，那其实就是像 Zoe 问的这个关于吃货小分队这个品牌，因为它其实整个的 branding 是非常 to C 的嘛，就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吃货小分队咨询集团，就是非常的违和。奇怪。对，但是其实我非常的就是感恩，就是我觉得吃货小分队就是我们的一个
foundation。对，就是没有吃货小分队，我们其实不会在这个行业有今天能够打出这么多的水花和带来这么大的 impact。所以就是我们依然一定会去做好吃货小分队的这个媒体的品牌，然后同时我们会发挥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积累的这些资源，然后去再结合就是说什么样的是最好的一个商业的逻辑，然后去带来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社会就是或者说对于这个行业最好的一个最积极的影响吧。所以就是我们未来就是我们也比较看好就整个的一个中餐亚餐全球化的这个就是趋势毕竟就是我们自己去看就是说我觉得美国市场包括北美吧，就是加拿大也加进来，就是这个中餐的发展依然是大有可为的，非常非常大的 potential。然后就是跟这个国内大家希望能够走出来，就是这个趋势也能够对上。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在北美深耕了这么多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10多年的就是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这个专业能够去赋能到这个行业。对。其实你看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所有的中餐出海的，甚至是国有品牌出海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就像刚才 Cosmo 说的，你们其实做的事情跟Panda Express 其实是挺像的，就是在这么一个过程。我总结一下，就是不忘初心，勇于创新，拥抱变化，忠于市场。挺好的，挺好的，现总结的。觉这个得非常到位。所以对我觉得是这我样。要记一下，我要记一下，这个过2天开那个什么年会的时候来讲一讲。对，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说，不只是 Panda，就是我都感觉就是咱们还是个小虾米啊。就是我倒是觉得，就是真正想做好企业的公司就是都是有共性吧。就是因为 Panda 其实已经50年了，我们其实还在刚刚开始，我们才10几年。对，所以我们还是抱着一个我们希望能够一个长期主义，然后能够去脚踏实地的去做好我们能够做的事和该做的事吧。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感谢。其实我是衷心的希望你们能够越做越好，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们越做越好，对我们有几个好处。第一，我们发现更多好吃的，对吧？第二，你们可能带来更多的这个中国的品牌，让我们有更加丰富的选择。那对第三，其实就是我们华人也好，亚裔也好，在美国的这个文化的融入与发展，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是一是的，个非常有价值、有长远价值的这个事情，从甚至是从文化的角度，不仅仅是从商业的角度。当然，美食是文化的一部分嘛。对对对对对，太棒了太棒了。好，我觉得今天聊得非常开心，很高兴邀请2位来聊了一下 Panda 以及吃货小分队的一些这个情况和发展。至于 Amy 前面说的这个踩的坑，可以单开一期聊，我觉得没有问题哈。我们这个可以对，看大家如果下次想听，我们真的可以讲。下次再单独拎出来，这个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中餐出海到底有哪些坑，对吧？那今天非常感谢2位，感谢2位的时间啊，谢谢 Zoyo 邀请，谢谢所有邀请，我们也很开心。对，我聊得非们聊的也常开心，很开心。哎呀，学习到很多，学习到很多啊，这个太棒了，太棒了。好，那衷心祝愿你们这个新的业务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国产的好的品牌在我们身边出现啊，让我们这个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好，谢谢2位。好，好，那今天就先到这儿了。谢谢，好，谢谢谢谢。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拜拜。